關於我被同行抄襲，內容在海外被盜版，這本身已經是夠離奇了。但是更加離奇的事情來了。TikTok 出現了我本人，準確的說是長着我的臉的 AI， 有的賬號叫做小獅子，有的叫做白皙，頭像是我，聲音像我，表情也像我，唯一不像的是內容。最近有網友陸續給我發過來幾個視頻，點開的那一刻我就愣住了，屏幕裡那張臉毫無疑問是像我的，但是屏幕裡的我正在慷慨激昂地解析着全球金融局勢，順便還在大談政治，不是我寫的，不是我說的，不是我認可的，但是那張臉像我，名字也用的跟我一樣。如果只是抄襲文章，還是能夠理解的，那叫偷內容嘛。但是現在所發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AR 時代，他們沒有抄襲我的字，而是直接調用了我的這個人，我的這個臉，套上他們的觀點，輸出他們自己想說的話。AR 時代，一個人想要社會性死亡或者是物理性消失，成本竟然是低到了這種地步。但是這很奇怪，財經女博主那麼多，流量大的比我多了去了，長得漂亮的也更多。我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主，為什麼是我的臉？為什麼海外 TikTok 會有幾十個我的盜版賬號？我在海外有這麼出名嗎？網友告訴我，海外任何平台都能夠找到我的身影。那些都不是我發的，海外 TikTok 和油管我是授權了海外團隊，有一個团队在運營的，但是他們努力，非常努力的運營，但是他們都幹不過盜版，所以他們的賬號數據是非常差的。現在我的肉身還在國內喝茶寫稿，我的數字臉卻已經在海外完成了全天候的勞作。這種非法打工最可怕的地方是在於，它剝奪了你作為人的解釋權。海外授權的正版運營小夥伴已經對盜版進行了投訴，但是不一定是有效果的。而如今數字人來襲，我也非常的無奈，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做這些數字人背後是什麼樣的灰色產業鏈。在 TikTok 的那些粉絲眼裡邊，我不再是有一個獨立思想的財經創作者，而是一個被隨意拼貼的數字皮膚了。他們通過我的臉聽着他們想聽的觀點，哪怕那些觀點是漏洞百出的，我被物化成了一件商品，被不同的人買去了，套在不同的靈魂之上，在大洋彼岸瘋狂的輸出。這世界癲狂的樣子，我努力跟上吧。如果回望歷史，人類文明的基石就是一個眼見為實，肖像、手機、錄音，這些曾經是我們確認的一個人的存在的終極證據。但在 AR 時代，這一切都崩塌了。當我的臉可以批量生產，當我的聲音可以隨意合成，我這個概念就被無限的稀釋了。這種離奇的經歷讓我想起了工業革命初期的紡織工，他們看着機器織出和手做一模一樣的布料時，那種被消解的恐懼，只不過現在被流水線生產的是我的臉和我的聲音，我該高興嗎？或許我該為自己的個人 IP 的高溢價被灰產盯上而感到虛榮嗎？我該頭疼嗎？當然，那個白皙和小獅子在海外大談政治博弈的時候，所有的風險和黑鍋最終指向的可能就是我這個真實存在的和國內碼字的我呀。我很困惑，無所適從。這種維權幾乎是堂吉訶德式的，你面對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剽竊者，而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服務器和永不停歇的算法。我坐在這裡，看着屏幕裡那個熟悉又陌生的自己，有一種強烈的時空錯位感。面對被抄襲，我可能會說謝謝認可；面對被盜版，如果是純粹分享，我也會說謝謝喜歡。但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們只不過是利用我的臉去做他們對他們有利益的事情罷了。此刻我很凌亂，我擔心喜歡我的粉絲被騙，但是我又無可奈何。不說了，再見。